这个电影呢，它是在讲白色恐怖的故事哦。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白色恐怖的话，基本上我没有那么样的感兴趣。但是呢，吊诡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钟孟宏中导的粉丝哦，然后中岛的电影几乎有绝大多数的电影我都是到电影院去看的、哦，所以当然要来看啊哦。然后虽然这个电影它是在讲白色恐怖啦，但是这有别以往，是比较不同的白色恐怖。关于白色恐怖这一段呢，我们最后再讲哈，先卖一段关子。然后这个电影我在看的时候，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因为它里面用到的客串啊，真的是全明星，而且有些不是哦花钱他就能够来演的哦，是非常的难请得到的。比方说演编导3期的丁乃真。然后另外一个客串，我觉得演得很好是游安顺哦，因为他那一段的话，他引出另外一个议题哦。通常那种很正气、很有正义感的人啊，他假如说走偏了，搞不好会成为最邪恶的大魔王哦。哦，这也是在这个电影之中有蕴含的一个主题。然后在这里面的客串之中呢，让我觉得特别有印象的，既然是周振宇老师，因为周振宇老师是我曾经的业者。那时候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哦，是我摄影师和我讲说，那是周振宇老师我想说，怎么可能？周振宇老师对不对？哦，这么忙，怎么有空来拍电影呢？就我忍不住就赶快去滑一下手机，就看电影看到一半就滑手机，还真的是周振宇周老师让我实在是太意外了。所以这个电影它里面用到的这个客串哦，真的不是用钱就请得来的，算是这个电影的很大的一个特色。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钟孟宏中导，你是有通灵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它里面的剧情有带到一点我们现在台湾前一阵子台湾的一个话题哦，心灵课程邪教，刚好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带到这样的一个元素在，很特殊。接下来我要拿手机来讲了，因为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把重点把它记录下来啊。假如说你是钟孟宏中导的粉丝的话，有些关键字你要把它记下来：阳光绿地散步聊天、太阳乌云以及陈以文，这很重要的关键字哦。然后这个电影的话，有让我看到比较不同的中导啦，因为中导实在太有才了，他又会拍，又会导，又会编哦，所以在这个作品之中呢，于静这个作品之中呢，我看到的是调色哦，这个电影它的调色的话，还蛮适合我们现在手机的这个滤镜调色的，比较适合 Z 世代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哦，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看到比较多的会是莫子仪，基本上我其实对于台湾的演艺界不是那么样的熟络哦，所以我也是从这个电影之中才知道莫子仪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应该是说这个角色的话，应该算是为莫子仪量身定做的吧。很适合他啊！除此之外呢，莫子仪莫先生他有入围这一次的金马奖，这一届的金马奖在11月22号、23号的时候就会公布的，是最佳男配角哦。因为我不知道同场和他较劲的有哪些人啊。总之也很祝福莫子仪莫先生能拿到最佳的男配角哦。主角其实是张震哦。张震该怎么说呢？张震啊。我有讲过哈，我曾经在高中时期哈，有和他曾经面对面的这个短暂的接触过，还不到 talk 哦，还没有聊过天哦。我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人，他有一股天生的磁场哦，这是一般人身上难以找到的。然后我认为其实他在于静这个角色，没有发挥到他的最大哦，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对我而言。然后另外一位的话，我必须要讲的其实是王柏杰哦。我每次看王柏杰的戏，都觉得他这个演员可塑性很强，然后他在等一个能够让他完全发光发热的作品哦。不过于静的话还不是哦。
我觉得我会期待王柏杰他后续的作品哦。好，最后要讲到白色恐怖这一段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哈，应该回到我自己本身来讲啊，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会记恨的人，曾经，但是过了一个年龄，过了一个时间了之后呢，会发现还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关于白色恐怖这一段呢，基本上只要有白色恐怖的这些相关议题，我都会选择跳过或回避。所以那时候我要选择看这部电影的话，真的是因为钟孟宏中导的关系才来看的。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它关于白色恐怖这一段的话，它只是一个影子因为从这个影子辐射出去的话，有很多的，比方说这个恨是不是要继续恨下去，是不是要懂得放下，以及正义到底是什么都在这个故事剧情之中有做他各自的这个诉求在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同以往的在讨论白色恐怖因为我所谓的不同以往，不是像我们一般所看到，只要聊到白色恐怖都是在控诉啊、悲戚啊、痛苦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那种比较偏向于情绪勒索的那样的电影，这个电影比较不算是。然后我这边要掺杂我们摄影的意见参照我们摄影的意见他认为里面有一个牧师的角色怀疑他是不是当事者就是白色恐怖事件的当事者，因为在那一段的话，会比较出戏一点。我认为其实这个电影它非常的吃频率因为假如说你本身是钟孟宏中导的粉丝像我以及摄影师的话就会愿意到戏院里面来看。但是假如频率不对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比较沉闷一些，这不得不说。总而言之呢，于静是比上一部我比较不喜欢的中导的作品《瀑布》好太多了，这不得不讲。好，这就是我们看完之后的一个心得感想。然后本期节目到这，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带出悠悠的美好时光。片花组制作。